我知道3不新自装，我知道这个东西不对，但是我也会有一种无力感。那要不然的话，这衣服扔哪里呢？要不然的话，这衣服怎么处理呢？就是即便是在农村里边，也出现了这种物资过剩的情况。Hello， 大家好，我身上这件衣服你们眼熟吧？还有这件衣服你们应该也挺眼熟的。前段时间呢，就有这样的一条评论。如果是以前的我可能会马上产生自我怀疑，我是不是真的需要去买衣服了？这衣服有点少了吧？可能这位观众也是出于好心提醒，希望我在公众面前有更好的形象。但现在的我想对这位观众说，我的需求并不是去买更多的衣服，我的价值感和我的自我认同感也不是通过购买这个行为来产生的。相反的，我认为如果我用现在的衣服，可以每天依然做到干净整洁、自信的出门，把我的生活过得非常的精彩，这样的话才更能够让我有自信心和自我满足感、自我价值感。高中的时候，我1个月的生活费可能只有100块钱，那我可能会用一半，或者是至少是1/3的钱，可能会去买衣服。有时候伙食费都紧巴巴的，明明下个星期的饭钱都没有了，但我还是依然去选择去买衣服，甚至有时候需要向同学借钱。而且我陷入到了一种比较疯狂的一个购买模式中。比如说我看到了，我试了一双鞋，我觉得很喜欢，但它有2个颜色，2个颜色我都喜欢，我竟然就下不了决心去选哪个颜色，我可能会把2双都买下来。我记得直到大学毕业的头1年，我还是处在那种状态，就是把自己的工资的一大部分都用来买衣服，不管自己你的钱够不够，有没有能力，就想去买，就是着了魔。那个时候的关注点就是在衣服上，在外在上，因为我认为只要我穿得好看，那我就可以吸引到别人的眼光，就可以获得别人的关注。我觉得是当我感受到我的自信心是来自别人对我的所做的事情的认可，而不是我又买了哪件新衣服而认可我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事情转变了。比如说我拍好了一支视频，我收获到很多的鼓励。再比如我喜欢上了运动，我开始去跑步、去攀岩、去尝试徒步，然后我有了比较好的气色，皮肤也很好，别人会发现我的变化。虽然我的衣服穿的还是非常简单，没有每天去跟随新的款式，但我依然收获到了别人的认可。久而久之呢，让我意识到了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什么是不必须的东西。我记得在我们的村子里，有很多人的旧衣服、旧鞋子不穿了，没有办法处理，就不知道丢在哪里，然后就直接打包去到一个沟里边，就直接往里面倒。你放眼望去就是大自然，然后突然有一大堆像山一样高的旧衣服、旧鞋子，就那样子陈年的放在那里，腐烂在那里。我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小孩看到这种景象，也是属于就是震撼心灵的。我知道3不新自装，我知道这个东西不对，但是我也会有一种无力感。那要不然的话，这衣服扔哪里呢？要不然的话，这衣服怎么处理呢？就是即便是在农村里边，也出现了这种物资过剩的情况。其实那个场景是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边出现的，尤其是现在更加明白了物资过剩这个词之后，才能够意识到，对，因为人们买了太多不需要的东西，当你不用的时候，只能把它交还给大自然。现在我的准则就是，在我买东西之前，我问问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它。因为现在买的衣服少了，我反而更加去珍惜我以前的老的衣服了。比如说这件衣服是2016年刚毕业那年买的，2017年买的。我不会因为他们很旧，觉得我应该去厌烦他们，去抛弃他们。我反而感觉他们越旧越有味道，越旧越像我的老朋友一样。我每天穿着他们，我感觉自己很开心。我觉得我会以穿着他们为豪，而不是以穿着他们为耻。如果说有同样困扰的你们，觉得自己如果不经常换新衣服，不经常买新衣服，别人会不会对自己有看法？不用担心别人有没有看法，那是他们的问题。而且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做那个对别人有看法的人，不要随便去评价别人的穿着，希望我们不要做这种人。最后呢，也想鼓励大家去勇于发现和寻找那些真正让自己能够平静、自信还有开心的一些东西，然后去做它。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你的很多关注点都会从这些购买、从这些物品身上去移开，去 focus on 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而且会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自信。其实我还有一个小想法，我想问问 Scott 我给他留了几个问题。好，Scott 你来吧。